儿子失踪了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死者是大约5、6岁大的男孩，我们怀疑是曹品和李美月2个星期前失踪的儿子曹博。尸体也穿上洋娃娃装，凶手跟之前连环失踪案的疑犯应该是同一个人。 这是当天小博失踪的地点。我想再问一问当时在现场的几个证人，不过我不想用警察的身份来问。也对啦，有些人知道你是警察，为了怕麻烦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每月发现小博不见了，第一个来求助的就是这家饼店的老板。老板，我们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志愿团体，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 你认识李美月女士吗？警察来问过了。我们想多了解情况，可以说一说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吗？我没空啦，你去问警察啦。哇，老板，你的饼很出名嘞，连我在香港的朋友都叫我帮他买，然后用飞机寄去香港给他。哎塞，你生意做到香港去，很厉害嘞。没有啦。 都是靠你们帮忙打广告啦！改天我有空一定会再回来跟你买多一点。你们是义工啊？对喽，我们是专门帮人家寻找失踪人口的。哎呀，那个李美月的儿子不见了2个星期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哎呀，家里不见了一个小孩，真的很惨哦。这么久都找不到，我看是被人拐走了。你一定是好心人不然那天你就不会主动帮他找儿子了。 那天他冲进来，就说儿子不见了。周伯，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啊？没有啊。我的儿子不见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你们刚才有去什么地方啊？仔细想。当时几点钟啊？好像是2点吧。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或者可疑的人？ 那时他怕到要死，他乱，我也跟着乱，都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当时有没有留意这个小孩？小博在哪里啊？小博，小博，小姐，你们看到我的儿子这样高的？我没有留意小孩，只记得这位曹太太问我关于产品的事。当时她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 鬼头仔表面上在卖手机，但是暗地里在卖迷幻药的，每天都会在这里，可能会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喂，鬼头仔！喂，大宝姐，这么巧，好久没见么？生意好吗？这个美女是谁啊？表姐喽。表姐。表妹。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女人？哎，表妹。 这个东西可以给你爽一下哦，自己爽就好啦，看照片啊。哎呦，表妹，要不要来半打？算你便宜一点。
表妹，轻点，轻点。做什么？放手啊！去。给我好好看照片。有没有看过她？这个女人上次叫全村的人帮她找孩子喽。那之前呢？有没有看到她进去那间店？那间首饰店啊，有没有？好像有啦。有没有看到小孩跟着她？没有嘞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看到她走进店里，不久就匆匆忙忙跑出来喽。那是几点钟1点。你怎么那么肯定是1点？我看到她冲进去时，大明刚好来找我。他每次都是在中午1点钟送货给我的，所以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喽。谢了。哎，大宝姐，你这个表妹应该不是真的表妹哦。当然是真的啦，外号白骨精啊，很大来头的。改天请你喝口冰。你这样乱来啊，让人家知道我跟警察走在一起，以后不用混了啦。你怕什么？有你这个表姐在我身旁装神弄鬼，不会有人相信我是警察的。哦，原来你把我当小丑看，我不管啦，这样陪你走来走去，线人费要加的啊。每月进入首饰店之前，小博没有跟着，店里的人也没有注意到小博的踪迹，这点不太寻常。这会不会是美月在进入这间店之前，小博就已经不见了？根据美月的口供，她是在看首饰之后才发现小博不见了。要是她真的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，那也太大意了。刚才你说他第一时间就跑去饼店找老板帮忙，可是他离开首饰店的时候是1点钟，老板却在2点钟的时候才看到他跑进来求救。这2间店的距离那么靠近，需要1个小时咩？还是他记错时间？现场的目击者都无法确定小博失踪前曾经有出现过。这个李美月讲话半真半假，一定有什么东西隐瞒了我们呢。哇，你干嘛？上次被山翻了，拿枪指着我，我还有阴影的。少做一点亏心事，就不怕被人偷袭了。你还敢说都是你害的？还好我福大命大。去哪里？带你去听音乐。各位同学，回到家记得要多多练习啊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吧。于正邦先生，我们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志愿团体。我姓胡，这位是我的阿姨，她姓林。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认识曹品和李美月女士吗？认识。他们的儿子小博2个礼拜前失踪了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，所以不知道他们的事。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他们2个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？我们曾经组过乐团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。曹品虽然很爱美月，但是他的性格非常霸道。让美月受了不少气。不过，这也许是他们的缘分。美月到最后还是嫁了给他。你说到最后，那是不是代表他之前有别的选择？当时，我和另一位团友也喜欢美月，我们3个人曾经一起追求她。你说的那个团友就是星辰先生吧？星辰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他现在是很有名的西洋算命佬，听说啊还会法术。乐团解散后，我们各分东西，都失去联络了。哇，3个男人同时喜欢一个女人，结果搞到大家都伤感情，对不对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以后如果我们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来找你吗？没问题，我也希望可以帮得上忙。
谢谢。谢谢你啊，来。他要打你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？于正芳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不要打了！走开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走。于正芳找你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会不知道？你一直跟他有来往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今天见到他的，是他自己来找我的。他告诉我，有人去问他关于小波的事。贱女人，你还敢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跟他有一腿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如果不是你，小波就不会失踪。你们这些女人都是废物，废物！小曼，给你介绍，Dylan。Hello。你好。常听梅登武提起你。是吗？Dylan刚加入律师楼不久，就有相当好的表现。你过奖了。Dylan刚好约我吃饭，所以我就约在一起。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会呢？听梅登武说你当警察。是的。还真的看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还记得 Andrew 第一次介绍你的时候，我无法相信你会是我同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不错。因为你长得不错。不错而已。应该说你长得很漂亮。为什么你说我长得漂亮？因为你的确很漂亮。拜托你不要做这种事啦！介绍朋友给你认识有什么不好？难道你真的想落叶归根啊？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找对象啊！先交个朋友未必一定要谈恋爱。我看你神魂颠倒的，是不是有触电的感觉啊？哪有？干嘛否认？我的眼光比你高，不是极品不会介绍给你的。其实我在餐厅的时候，一直想起一个人，张宇哲。你还对他抱着希望？喜欢上一个人不容易，放弃一个人更难。没错，但是你也该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再说啊，他都失踪了。如果在他失踪的时候移情别恋，那不是很用情不专？你笑什么？你跟那位张宇哲先生连手指头都没碰过，算什么移情别恋？我相信他对我有一点点感觉的。张宇哲这个人有太多的心事，像这种有很多秘密的男人，绝对不是好对象。你只见过他1、2次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好对象？相信我，好男人是会跟你分享一切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应该坦诚相对，否则不会有幸福。
放轻松，我是不会勉强你的，顺其自然。你以后最好不要顺其自然的安排任何相亲了啊！老大。 死者是大约5、6岁大的男孩，我们怀疑是曹品和李美月2个星期前失踪的儿子曹博。死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？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来，这小孩已经死了2个星期了。他的手脚处都有伤痕，生前也被鞭打的痕迹，而他的颈项也有被掐过的痕迹，这可能是死因。其他的等解剖报告出来后，我再跟你说。好，谢谢你。老大。 发现尸体的工人告诉我，这2个星期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情，只是到了今天早上，他发现泥土突然露出一个小孩的手。死者已经被埋在这里2个星期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被发现呢？尸体之前可能不是埋在这里了，会不会是凶手之后再移过来的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可能之前的埋身之处不够隐秘吧。这样子不是自找麻烦吗？ 尸体也穿上洋娃娃装，凶手跟之前连环失踪案的疑犯应该是同一个人。通知曹夫妇来认领尸体。是老大。曹先生，曹太太，对不起，发生这种事，我们也觉得很遗憾。就只会说一些废话。我们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，不过我们需要你的合作。我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你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找到凶手又怎么样？能把我的小波找回来吗？你现在迁怒警方有什么用啊？你到底想不想替小博讨回一个公道的？ 小波失踪了，我去报警，你们需要等48个小时才帮我去查。如果你们当时马上找到小波的话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们不能怪警方的。都是你的错，这女人是你害死小波啊！是你害死小波的，把小波还给我。你是一伤人，没事吧？正式拘捕你。 他不是有意的，能放他出来好吗？曹太太，他对你施行暴力已经有多久了？他只是一时冲动。你为什么不寻求帮助？如果任由他这样下去，他会变本加厉，以后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的。他有糖尿病，需要定时打胰岛素来控制病情。如果你把他关在里面的话，他的病会发作的。求求你放他出来好不好啊？看得出来你非常爱他，我不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对你。他本来是个好丈夫，
只是因为受到太大压力，所以才会脾气暴躁的。是不是跟小博有关啊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没有小博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他的。既然你不要追究，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关起来。我帮你办好手续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谢谢你。阿公，我要听故事。你要听故事？没问题。阿公讲一个传奇性的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。当年呢，阿公我是师承先生，你是怎么预测失踪儿童出现的时间地点？通过占卜术是可以预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，而塔罗牌又是占卜术。这居然算命佬啊！是占卜师，厉害喽！算命算到上电视做访问。星辰先生帮人家找到失踪儿童，很多新闻都有报道他的。终于出名了哦！从前呢，有一个小女孩叫灰姑娘。为什么辛德瑞拉叫灰姑娘？灰姑娘就灰姑娘哦。那她是不是姓灰，名字叫姑娘？你是要听故事还是要问问题？相传很久以前的古埃及，法老们根据刀特。你说那2个小男孩是不是被他拐走的？怎么可能？被流传了下。拿拐带小孩，把他们关起来，然后呢，就假扮好像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说出小孩将会出现的时间还有地点，之后呢，再按照他所说的把他们放走，这样当然准了。你以为他那么笨咩？他不怕被警察当成是嫌疑犯？不会啦，警察都没有证据可以抓他，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他会法术啊。是占卜术。如果真的是他，他为什么要把小孩扮成洋娃娃？这样才能够引人注意吗？主要他目的啊，就是要博出名啊。哎呦，大包姐，就算你跟那个白骨精跟久了，你也不会变成他的。你们有谁知道啊？为什么灰姑娘叫灰姑娘啊？哎，辛德瑞拉的辛德是梅扎的意思吗？梅扎是灰色，所以叫灰姑娘哦。哦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我可以再来。哎呦，阿公肚子痛嘞，你叫他们讲故事给你听啊。阿公，你骗人！阿公，哟，来了。哎，徐三，怎么样？你妈好点了吗？还不是一样喽。对了，我妈说有人打电话给她，说要找你啊。找我什么时候的事？前天嘛。前天？什么人？他说是什么政府部门的人啊？他说查你地址啊。政府部门的人？被流传了下来，后来传到欧洲，在中世纪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塔罗。我知道了。喂，发什么呆呀？干什么啊？吓死人了，像鬼一样。哎，怎么还没回家啊？老大，你的神秘仰慕者又送花给你了。帮你丢掉。哎，老大，这次没把它丢掉。花是谁送的？低否动啊？花不是你送的吗？这次不是我送的。那就是说以前是你送的。上一次也不是我送的，这一次更不是我送的。好啦，不是就不是，干嘛这么激动？喂，大包，什么事啊？明天有没有空去算命？欢迎光临，请进。你姓黄？我名字都写下来了，你知道也不奇怪啊。黄有才是你父亲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住的地方很靠近电视台。星辰先生，你真的全部都说中了。 Hello，星辰先生，
我们又见面啦！你们怎么可以进来的 ？Silvery， 嘿嘿，你不必叫他了，他现在很忙哎。你们干什么？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啊！不用你报警，警察很快就会来抓你啊！你干嘛？你就是利用这通讯器，让外面的人跟你通风报信。原来这个就是你未卜先知的秘密。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？OK， 让我来慢慢的告诉你。你把顾客的手机放进 locker 里，故意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没问题。哼，钥匙也交给顾客，当然会引起怀疑了。但是顾客怎么也想不到，原来储藏柜背后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储藏柜的背后有个暗门，可以被拉开，里面的人就拿了顾客的手机，从电话的记录可以找到顾客亲戚朋友的电话。喂，请问你是王先生吗？我是啊，有什么事啊？我这里是 TMP 银行打来的，是关于你儿子黄子龙的事。我儿子有什么事？当顾客在等着见你的时候，你的手下就忙着打电话给顾客的亲友，套出他们的资料，然后马上告诉你。警察，全部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有些人的手机啊，就好像一部小型电脑，里面的资料就更多了。你从他们的手机里面就可以查出他们住在哪里、身份背景，甚至是他们的私事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叫刘13，刚才给你们手机里面资料都是假的，是用来骗你的。不管你用什么电话号码，都会打给我们的人。刚才你的属下就是打电话给我，以为我是他爸爸。我这次啊，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原来你是个大骗子啊！你们想怎么样？你说呢？要钱？要多少？喂，你以为我们是会勒索人的坏蛋了啊？不过你该嫁了。好朋友，你可以进来啦。知道。泰哥，德伟，走。小妹。既然你根本没有什么预知能力，应该没办法预测那些小孩出现的时间地点，除非你是拐带小孩的疑犯。我不是。林星辰先生，我们怀疑你涉嫌拐带儿童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这个小孩叫曹博，他是曹品跟李美月5岁大的儿子。昨天早上我们发现他的尸体，当时他是穿着洋娃娃装的。你连小孩都杀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当年你、曹品、于正邦、李美月一起组乐团，你们3个男生喜欢上李美月，产生4角恋。后来因为感情纠纷，导致你们不欢而散。李美月最后嫁给曹平，你很不甘心吧？这些都是陈年往事。你由爱转恨，恨上了他们2夫妇，所以你就拐带了他们的儿子小博，要让他们痛苦。这还不够，你还狠心的杀了他。不是，你们根本是在污蔑我。我劝你还是说出实话，我们已经肯定你是凶手了。我根本就不是凶手，你们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
老师，我弹得怎样啊？很好，很有天分。第一次弹就可以做到音准，真的很难得。哦，原来我那么厉害啊！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哦，那下次见，老师，拜拜。大波姐，他看到你这样打扮，有什么反应？看得出来她很不自然。怎么不自然？我明明弹得乱七八糟，她还说我抓到音准。我看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听我弹琴，只是盯着我看。上次跟白骨精来见他的时候，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。他们的儿子小博2个礼拜前失踪了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，所以不知道他们的事。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白骨精猜对了，这娘娘腔啊，真的是有问题。大波姐，她出来了。知道为什么我们怀疑你吗？你小时候，母亲很想要一个女儿，却生下你这个男孩，所以她常常把你装扮成小女孩，扮成洋娃娃的样子。你很抗拒，却无法反抗，造成你压抑的心理。长大后，你心里一直有阴影。终于有一天，你内心的野兽征服了你，迫使你拐带小男孩，重复你当年受的遭遇。也用这个途径来发泄你内心的怨恨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你有很不愉快的童年。这不可能是我的童年，是谁告诉你的？于正邦，这个家伙竟然要嫁祸给我！你所说的才是他的童年。没错，我刚才说的都是自己对疑犯推测的背景。谢谢你印证了我的推测。于正邦并没有出卖你，你却不小心出卖你的好朋友。你刚才说他嫁祸给你，是不是代表他才是拐带儿童的疑犯？你一直和于正邦也保持联络的，对吗？你知道他拐带儿童的事，甚至参与其中。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肯合作？这些都是你们的推测，根本就跟我无关。在我的律师来到之前，我不会再回答你们任何问题的。我是林星辰先生代表律师，我要求和我当事人交谈。他在等什么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不要上去问他？整天说废话。他走了。是你害死小博的。要不是你，小博就不会出事。我要杀了你，让你再去照顾小博，杀了你！美月，美月，你在家吗？我
么事啊，美月？美月！哦，原来他是来找林美月的。好像出事了，要不要去看？再等等看。开门啊，美月！美月啊！开！美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能不能让我进去谈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美月，他又伤害你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走吧。美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小波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小波，你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我的当事人，我要求你们马上释放他。我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证明他和案件有关了。胡警官，为了我的当事人的利益，我不能让你们继续审问他。Dylan， 就给我1个小时，到时不管有什么结果，我一定会让他跟你走的。小曼，你的确是一个很尽责的警官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很凑巧的，我也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律师。抱歉，我不能让你们继续审问我的当事人。等一下，妈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去开会，干嘛？你手下 Dylan 要保释我的疑犯，我还有东西要问我的疑犯，你叫他通融1个小时。OK， 叫他听电话。喂 ，Madam Hu。是的，我明白。啊？可是，好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1个小时后再回来吧。胡警官，我要求你马上释放我的当事人。还有，请你以后不要利用私人关系影响工作，这是不专业的。For your information， 后面那句是 Madam Hu 要我转告给你听的。那天啊，他说没有跟李美月保持联络，是在讲骗话。这娘娘腔的，真的是有点不大对劲。那现在怎样？继续跟踪吗？嗯。胡警官，希望你能够早日抓到真正的凶手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老大，你真的这样就让他走啊？我还能怎样？我们可以强制性的扣留他，那个小律师奈何不了我们的。你去找一块比较硬的地方。干什么？用你的头去撞他，看能不能把你智商撞到85以上。老大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把于正邦带回来啊？
通知所有人准备，一等到搜查令，马上出发。是不是掉进马桶里面？那么久还不出来？对不起，我一个朋友进去厕所很久了，你没有看到他在里面？厕所没人。 你不要这样激动，冷静点好不好？冷静点好不好？真的好像小女孩哟！哇，小头发好漂亮哦！死白骨精，这时候才打了，我们被娘娘家袭击了。你们在哪里啊？好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阿家找他。走。咦，你看这个孩子阴阳怪气的，真讨厌。男子穿女孩子的衣服，这小孩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看这个男子长大肯定是个娘娘腔。